是喝水喝到饱啦，快点拍集蛙式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立东，这是一个分享三铁知识的频道。各位的声音我听见了，今天就要来介绍蛙式长距离的游泳技巧。不瞒你说啊，选手时期接力，我就是专门负责游蛙式的，算是老本行啊。其实蛙式最一开始并不是要用来比赛的。明明就是要设计来轻松游的，现在的蛙式游法感觉青蛙看了都觉得傻眼啦。话说，因为蛙式这个动作能够抬头看向前方，外加换气的安全感，很多初学者第一个学会的泳姿就是蛙式。但要游得轻松游得远，还是有些观念。今天影片前半段一样会分享技巧，后半段会教你几个练习的方法。如果你是连蛙式都游不远的家伙，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第一个，做足暖身。初学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还没有足够热身就拼命开始练习。蛙式其实是一种非常消耗下肢肌力的泳姿，如果没有足够热身，真的非常容易抽筋，尤其是大腿内侧还有小腿肌肉。我自己的话是用勾脚的胫前肌，连续踢300公尺之后就会开始酸痛，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的泳队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禁止穿蛙鞋踢蛙脚啦。这边告诉你几个我在蛙式下水前一定会做的动作。第一个，弓箭步外加左右侧腰拉伸，像这个样子，包含大腿前侧大腰肌，又称髂腰肌和腹斜肌。第二，左右单腿下压。这个国小国中的暖身操应该常常做，没有太大问题，我就不细说。第三，大腿前后侧肌肉的唤醒，可以像这个样子，臀肌拉完拉股四头肌，把睡梦中的肌肉给叫醒。上工啦！日月潭打算游蛙式的伙伴们，下水前一定要做啊，不然抽筋就闹笑话啦。第二个，漂浮尽可能拉长，这一点跟长距离自由式概念相同。还没有看过游得更远的那些伙伴，有兴趣的我放资讯卡可以过去看看。蛙式阻力最小的时候，就是在双手前伸完夹完腿的这个瞬间，也就是前进最有效率的状态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在漂浮到几乎快没有动力的时候，才开始做下一个动作。高手就是在这个停顿点偷懒的。我的话，蛙式如果加入大滑动作，顺的10下就可以游过50公尺。实际比赛越少不一定越好啊，但是这样测试可以反映出你的效率。底下留言分享50公尺你要滑几下手吧。第三个，身体不要拉太高。在竞泳项目当中，选手们为了增加上半身的出力比重，会尽可能把上半身往上拉出水面，透过重力让身体往前带，像这个样子。但这个动作非常的消耗体力，游长距离的话，我认为只要换得到气就好，顶多到肩膀出水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自讨苦吃啦。除非你的手有像世界蛙王 Piggy 一样满满能量的肌肉啊。第四点，一手一脚，手脚分离。这个要领算是蛙式的关键，很多初学者的手脚搭配时机都好奇怪，像这个样子。如果手和脚同时收缩，就会造成手往后方滑的水刚好被弯曲的脚给阻挡，然后蛙脚的推进力又被往前伸的手给抵消掉，就会变成用手脚在水中拔河的家伙啦。正确的蛙泳节奏应该是划水、踢脚以及伸展，手脚分离的步骤来前进。当波水打开的同时，身体往前开始移动，此时脚都要保持放松伸直。等手要回到前方时，才开始收脚踢腿。踢完脚后，保持流线姿势前进。不飘白不飘啊，就拜托你飘一下啦。第五点，手脚的比重7:3。很多伙伴可能不知道，拿浮板踢脚的效率，蛙式其实比自由式还要好啊。游长距离蛙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前进更多的是靠踢脚，大约是脚的比重7，手的比重3来分配。速度越快，手脚的分配可能来到5:5的状态，但会选择用蛙式来游长距离，而不是使用自由式。
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是吧？没关系，简单的观念就是推进力靠脚，手的力量拿来换气，长距离一定要学着用脚的力量前进哦。好，接下来看看练习的方法。第一个，夹浮板踢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防止收脚的时候膝盖过度打开，造成大腿阻力增加。做不到这个动作的一大原因就是你的腿部肌肉非常紧绷。可以先试着放松前侧大腿肌肉。动作有很多，但是我觉得效果最好的就是单腿跪姿的拉伸动作，重心移到后方，像这个样子。以前常常练习的蛙式蹲坐，膝盖有伤的人，请直接放弃，改练习这个动作。提起脚跟，只用大腿前侧出力，唤醒蛙式踢脚应该要用的肌肉，像这个样子。然后再回到水中练习，强迫自己减少膝盖分开的距离，让前进更有效率吧。第二，仰式大蛙，这个动作你已经在泳池看过一些人做过。不要觉得很蠢。以长泳来说，这个动作可以让你在踩不到底的地方稍作休息。由于脸是朝上的，比较不会看着水中黑压压的莫名紧张。这个动作可以修正你的踢腿，让你的髋关节不会过度弯曲。因为这样的状态，用错误的动作一踢脚，你的膝盖就会跑出水面，像这个样子。那你就会自己知道你的动作做错啦。第三，水下夹脚，这个动作是以双手贴耳后，在水下踢蛙脚前进，像这个样子。这个动作会把练习1和练习2要注意的技巧做一个整合。在水下，只要你的动作做得不够干净漂亮，就会感受到非常大的阻力，就会明白说啊，我在这个地方要再调整，这样做就可以更快知道自己的错误啦。第四，岸上前推浮板。接着我们要练习划水动作，在划水完成的同时，如果继续把手留在胸口的位置，阻力会非常非常大，像这个样子。所以为了尽快让手回到前方，这边练习一个动作，岸上前推浮板。这个动作会模拟划手时使用背肌，身体受重力关系下往下掉的时候，把手往前伸到前方的动作，像这个样子。熟练抓到时机之后，回到水中，再划手到胸口左右的位置，就会自然往前恢复啦。这样你的阻力才有可能变得更小。5. 拨水打开摇橹。蛙式的拨水打开相当于自由式的高肘动作，这个动作有助于帮助我们稳定支点。动作呢，以水平方向画8字，手掌朝外45度拨水。透过侧向的一个分力，创造一股升力，像这个样子。我放慢动作，你模仿看看吧。熟练之后啊，就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划水动作，让自己浮起来或是前进。当然，怪招是一定要有的啦，像这个样子。单靠手掌就可以创造无限多的玩法，前进或后退都行。嘿嘿，试试看吧。好的，5大技巧统整下：1. 做足暖身，预防抽筋；2. 漂浮尽可能拉长；3. 身体不要拉太高，换得到气就好；4. 一手一脚，手脚分离来动作；5. 手脚的比重3:7，手呼吸用。以上就是长距离蛙式的技巧。这一集其实啊是专门为了我的学弟做的影片，被我连哄带骗要参加日月潭的泳渡，现在手脚应该是抱得蛮紧的，就是了。好的，这一次我们玩一点特别的，我会强迫学弟来这边留言，留言区下面帮我模仿学弟打上3个表情符号，让我知道你也看过这部影片吧。希望影片对各位伙伴也都有帮助。感谢你的时间，喜欢运动相关主题，订阅订一波啦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